舅舅欠了一屁股债，像个巨大的填不满的黑洞，要把我们家也吸进去。妈妈的声音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坚定，咱们把房子卖了，帮弟弟把债还了，再给他凑个首付，让他重新做人。爸爸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额头青筋暴起，像一条条愤怒的蚯蚓。你疯了，那是我们唯一的家，那是留给女儿的，你弟弟那是赌债，是无底洞。屋子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，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胸口。窗外的天色阴沉，像是憋着一场大雨。妈妈的眼睛红了，不是伤心，是愤怒。那是我亲弟弟，我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？你不懂亲情，你太冷血了。他的话像一把冰冷的锥子，扎进爸爸的心里，也扎进我幼小的心里。我才6岁，缩在门后，小小的身体因为恐惧而微微发抖。我攥紧了小拳头，指甲深深嵌进掌心，却感觉不到疼。我才6岁，却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我妈心里，她弟弟永远比我和爸爸重要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亲情裹挟吧。可这亲情沉重的像块石头，要把我和爸爸都压垮。争吵没有结果，或者说从一开始就没有商量的余地。妈妈铁了心。第二天，她开始收拾行李。那个红色的行李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，刺痛了我的眼睛。爸爸站在门口，背影佝偻，声音沙哑。你真的要走？为了你那个不争气的弟弟，连这个家，连女儿都不要了？妈妈拉行李箱拉链的手顿了一下，但仅仅是一下，她没有回头，声音冷得像冰。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不肯帮我弟弟，就是看不起我娘家人。我们离婚吧。离婚这2个字像晴天霹雳，炸得我头晕目眩。爸爸试图去拉他的手，却被他厌恶地甩开。别碰我，你根本不懂什么是亲情。亲情？我看着他决绝的背影，心里充满了困惑。难道为了所谓的亲情，就可以抛弃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吗？6岁的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妈妈拖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雨终于落了下来，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上，模糊了她的身影，也模糊了我的视线。说实话，那一刻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原来血缘关系在某些特定时刻连厕纸都不如。爸爸蹲下来，把我紧紧搂在怀里，他的肩膀在颤抖，温热的眼泪滴落在我的头发上。别怕，彤彤，爸爸在。他的声音哽咽着，充满了无力和悲伤。后来妈妈回来过一次，是来拿离婚协议书和分割财产的。她甚至没多看我一眼，眼神冰冷而陌生，仿佛我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摆设。离婚调解室里灯光惨白，照得每个人的脸都失去了血色。妈妈的态度异常坚决，语气里没有一丝犹豫。她要房子或者等值的钱，理由是她要帮她弟弟。爸爸眼里布满了血丝，声音疲惫不堪。房子不能卖，那是彤彤的保障。我可以多分你一些存款，但房子不行。妈妈冷笑一声，保障？他跟着你有什么保障？一个连亲弟弟都不肯帮的人，能对女儿多好？刻薄的话语像刀子一样割在爸爸心上。最终，爸爸妥协了，用多年的积蓄换来了我的抚养权和那套摇摇欲坠的家。妈妈签字的样子斩钉截铁，仿佛切断的不是婚姻，而是一段令人窒息的绳索。她拿起属于她的那份财产证明，脸上露出一丝如释重负的表情。临走前，她象征性的摸了摸我的头，语气平淡地说：彤彤，跟着你爸好好过，妈以后来看你。那承诺轻飘飘的，像风中的柳絮，我甚至感觉不到一丝真诚。我突然明白，在某些人的人生剧本里，
亲生子女只是可有可无的配角。他走了，带着钱去拯救他的亲情了，留下我和爸爸守着这个残缺的家，开始了相依为命的生活。爸爸的工作很忙，经常加班，有时候甚至要出差。他一个大男人，既要工作养家，又要照顾年幼的我，明显力不从心。他开始变得沉默寡言，眉头总是紧锁着，眼角的皱纹也悄悄爬了出来。看着他日渐憔悴，我心里又酸又涩。终于，在一个周末，爸爸带回来一个陌生的阿姨，她姓李，叫李秀梅。爸爸说她是请来照顾我的保姆。李阿姨看起来很普通，穿着干净朴素的衣服，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，但我心里充满了警惕。妈妈离开的阴影还在，我对所有试图闯入我们生活的外人都充满了抵触。我躲在爸爸身后，不肯叫人，甚至不愿意看他。李阿姨没有生气，也没有刻意讨好我，她只是默默地开始干活，把家里收拾得窗明几净，一日三餐也变着花样给我做。她不像妈妈那样会说很多漂亮话，但她的行动却处处透着细心和温柔。我晚上踢被子，她会悄悄进来帮我盖好。我吃饭挑食，她会耐心地把我不爱吃的蔬菜剁碎了藏在肉碗里。我生病发烧，她会整夜守在我床边，用温水一遍遍帮我擦拭身体，额头上的毛巾换了一次又一次。有一次我半夜醒来，看到她趴在床边睡着了，手里还攥着湿毛巾，昏黄的台灯灯光洒在她略显疲惫的脸上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悄悄融化了。我不再抗拒她，开始试着和她说话，叫她李阿姨。她会陪我写作业，给我讲故事，带我去公园玩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我们身上，暖洋洋的。李阿姨不是那种会讲童话故事的阿姨，她只会在我发烧时彻夜不眠，在我考试失利时默默做我爱吃的红烧肉。有些爱不需要血缘，只需要用心。和李阿姨相处的日子久了，爸爸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眉头紧锁，整个人都放松了不少。我知道，李阿姨不仅照顾了我，也温暖了爸爸那颗冰冷的心。在我10岁那年，一个周末的晚上，爸爸把我叫到书房，表情有些紧张，又带着一丝期待。他搓着手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“彤彤，爸爸想和李阿姨结婚，组建一个新的家庭，你愿意吗？”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眼神里充满了忐忑。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我走到爸爸身边，握住他粗糙的手：“爸爸，我早就把李阿姨当成家人了，只要你幸福，我就支持你。”爸爸的眼睛瞬间红了，他紧紧抱住我，声音哽咽：“谢谢你，彤彤，谢谢你。”我能感觉到他的激动和释然。他们的婚礼很简单，只请了几个亲近的朋友。婚礼上，李阿姨穿着红色的旗袍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她走到我面前，蹲下来，拉着我的手，认真的对我说：“彤彤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妈妈了。虽然我不是生你的那个人，但我会像亲生妈妈一样，不，我会比亲生妈妈更爱你，照顾你一辈子。”他的眼神真诚而坚定，充满了爱意。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，不是伤心，是感动。我扑进他怀里，第一次由衷的喊了一声：“妈！”李阿姨，不，现在是妈妈了。她紧紧的抱着我，泪水也浸湿了我的肩膀。10岁的我站在婚礼现场，看着爸爸和李阿姨交换戒指。阳光透过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照进来，形成一道道绚烂的光束，落在他们幸福的脸上。说来可笑，我竟然在想，如果当初那个女人选择的是我们，而不是舅舅，
今天站在这里的会是谁？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，眼前这个温暖的、充满爱的女人，才是我真正的妈妈。新组建的家庭充满了温馨和爱。李阿姨，哦不，我应该叫她妈妈了。这个称呼从最初的尝试到后来的自然而然，不过短短几个月，她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婚礼上的承诺。小学到初中，我的每一次家长会，她都准时参加，比爸爸还要积极。放学回家，迎接我的总是热腾腾的饭菜和她温柔的笑脸。她会耐心辅导我功课，遇到难题，她比我还着急，常常陪我熬到深夜。周末，她会陪我去少年宫学画画，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，风雨无阻。我的每一张奖状，她都小心翼翼地收好，贴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。我生病的时候，她更是寸步不离。记得初二那年冬天，我得了重感冒，高烧不退，整个人都烧得迷迷糊糊。那几天，妈妈几乎没合眼，她一会儿给我量体温，一会儿用酒精帮我擦身物理降温，一会儿又端来温水喂我喝下。深夜里，我烧得难受，意识模糊中忍不住哼唧，她就坐在床边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哼着不成调的摇篮曲。恍惚间，我抓着她的手，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妈。她愣了一下，随即红着眼睛笑了，声音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哎，妈妈在呢，睡吧，睡醒了病就好了。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母亲不是生你的人，而是养你的人，是那个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温暖和依靠的人。青春期的时候，我也曾叛逆过，觉得他管得太宽，说话唠叨，甚至和他顶嘴，摔门而去。但每次我气冲冲地跑出家门，冷静下来再回家时，总能看到桌上留着我爱吃的饭菜，旁边放着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饭在锅里热着，快吃吧，别饿着。他从不和我硬碰硬，总是用他的包容和理解化解我的戾气。他会等我情绪平复后，坐下来和我谈心，告诉我他为什么会担心，为什么会唠叨。他尊重我的想法，也引导我走向正确的方向。在他的爱和包容下，我平稳地度过了叛逆期，变得更加懂事和体贴。日子在平淡和温馨中一天天过去。关于那个生下我的女人，我几乎快要忘记了，只是偶尔会从老邻居的闲言碎语中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消息。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，我去楼下小卖部买东西，碰到了王奶奶。王奶奶是看着我长大的老邻居，也是个热心肠的情报站。她拉着我的手，叹了口气：“彤彤啊，你那个亲妈，哎，真是作孽哦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停下了脚步。王奶奶，她怎么了？还能怎么？你那个舅舅就是个填不满的窟窿。听说你妈当初卖房子的钱给他还了赌债，还给他买了套小房子，结果呢，没2年，那房子又被他输掉了一大半。王奶奶的声音充满了惋惜和不忿。你妈也是这样，到现在还死心塌地的帮着他弟弟，听说自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租了个地下室住，还到处打零工给他寄钱。你说这图啥呀？我静静的听着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，甚至还有点想笑、惊讶、失望，或许有一点吧，但更多的是一种意料之中的冷漠。世上最可悲的不是被骗，而是明知道被骗还甘之如饴。血缘关系真有这么神奇吗？能让一个女人抛弃亲生孩子，却心甘情愿被一个无底洞吸血？我无法理解，也不想理解，那是她自己选择的路，与我无关。我礼貌地和王奶奶告别，转身回家。阳光刺眼，我却觉得心里一片冰凉。我考上大学了，
是我一直心仪的那所重点大学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爸爸抱着我转了好几圈，眼睛里闪烁着骄傲的光芒。妈妈更是忙前忙后，张罗着要给我办个升学宴。她精心准备了一大桌子菜，都是我爱吃的。席间，她不停地给我夹菜，看着我的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和欣慰，仿佛考上大学的是她自己。她说：“彤彤真棒，以后出息了，可别忘了我和你爸。”我笑着点头：“妈，您放心吧，忘不了。”这份喜悦和温馨是她给予我的。然而，就在这片喜气洋洋的氛围中，一个不和谐的音符突然闯入。我的手机响了一下，是一条短信，陌生的号码，内容却很熟悉。彤彤，恭喜你考上大学，妈妈为你骄傲。署名是妈妈。手机屏幕上突然跳出一条来自妈妈的信息，我愣住了，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，激起层层涟漪。10年了，整整10年，她终于想起自己还有个女儿。可笑的是，我看着屏幕上那个刺眼的妈妈，竟不知道该喊她妈妈还是陌生人。我把手机默默地扣在了桌子上，没有回复。爸爸和妈妈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异样，但他们什么也没问，只是更加热情地招呼着亲友。我知道他们是不想破坏这难得的快乐。这份体贴让我更加珍惜眼前的幸福。大学生活丰富多彩，但也充满了挑战。我努力学习，积极参加社团活动，生活过得忙碌而充实。偶尔，那个陌生的号码还会发来信息，无非是问问我的近况，学习怎么样，生活习不习惯，语气透着小心翼翼的试探。我每次都只是礼貌性的回复几个字，挺好的，谢谢关心，保持着一种疏离的客气。大2那年暑假前，他第一次提出想见我。彤彤，放暑假了，有空吗？妈妈想见见你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我犹豫了很久，内心里似乎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在说，去见见吧，毕竟是生你的人。但另一个更强大的声音在反驳，见了又怎样，徒增尴尬罢了。我和室友聊起这件事，室友是个热心肠的姑娘，她说要不就见一面，说不定她知道错了，想弥补呢。我摇了摇头，弥补？有些伤害是无法弥补的，有些裂痕一旦产生，就再也无法复原。我回了信息，暑假有安排了，抱歉。朋友问我为什么不见你亲妈，我只回了一句，请问在没有血缘的前提下，一个10几年不闻不问的陌生人，你会见吗？朋友沉默了。是啊，抛开那层血缘关系，他与我而言和一个陌生人无异，甚至还不如陌生人。陌生人至少不会带来伤害。大学4年，时光飞逝，我顺利毕业，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就在我憧憬着美好未来，准备在事业上大展拳脚的时候，一个噩耗传来，妈妈病倒了，是突发性脑溢血，很严重。接到爸爸电话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天旋地转。毕业典礼的喜悦瞬间被巨大的恐慌取代。我立刻买了最早的机票赶回家。医院里，看着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带着呼吸机的妈妈，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，疼得无法呼吸。爸爸守在旁边，一夜之间仿佛苍老了10岁。我和爸爸轮流在医院照顾妈妈，给她擦身、喂饭、按摩，陪她说话，尽管她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睡状态。那段日子，医院成了我的另一个家。消毒水的味道，仪器的滴答声，充斥着我的生活。医生找我们谈话，表情凝重。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，主要是积劳成疾，身体底子太差了。
加上这次突发出血，唉，积劳成疾，这4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里。我看着病床上消瘦的妈妈，突然意识到，这些年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，她付出了多少心血和辛劳。我的成长路上每一步都有她默默的付出和牺牲。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，却忽略了自己。有些爱深沉到不需要宣之于口，却早已刻进了骨子里。我握着妈妈的手，泪水无声的滑落。妈，您一定要好起来，我还没有好好孝顺您呢。幸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精心照料，妈妈的病情稳定了下来，虽然留下了些后遗症，行动不太方便，但总算是脱离了危险。我松了一口气，工作也逐渐步入了正轨，生活仿佛又回到了平静的轨道。然而，平静往往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假象。妈妈出院后，我把工作重心转回本地，在公司附近租了套带电梯的3居室，把爸妈接来同住。每天清晨，第一缕阳光总会准时爬上阳台的栏杆，我总能看到李秀梅扶着康复训练的助行器，在晨光中慢慢踱步。她灰白的鬓角被阳光镀上一层柔和的光晕，那些为我操劳出的白发，此刻却比任何珠宝都耀眼。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针织衫，衣角处还留着我上高中时不小心溅上的墨水渍，那是她最宝贝的衣服，舍不得换。这天我刚到家，就看见爸爸坐在沙发上，手里攥着皱巴巴的信封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。他面前的茶几上散落着几张泛黄的照片，是我6岁前的生活照。照片上，年轻的妈妈抱着我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爸爸站在一旁，眼神温柔地看着我们。每张照片背面都用蓝色钢笔写着日期和简单的描述，字迹我再熟悉不过，那是妈妈曾经记账的笔记。彤彤，你亲妈找来了。她声音发颤，仿佛用尽了全身的力气。半个月前，她在小区门口堵我，说舅舅得了尿毒症，需要50万做手术。李秀梅端着水果从厨房出来，看到照片时动作顿了顿，削好的苹果皮在她指尖轻轻晃动了一下。她默默把果盘放在茶几上，轻声说：“先吃饭吧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”饭桌上，爸爸把筷子重重搁在碗上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当年他抛家弃子，现在倒想起我们了。那诊断书一看就是假的。我看着李秀梅夹菜的手始终稳稳的，像过去无数个为我盛汤的夜晚。她总会把我爱吃的糖醋排骨挑到我碗里，自己只夹菜叶子，说她喜欢吃清淡的。其实我知道，她是想把最好的都留给我。第2天午休，我在公司楼下看到了那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。他穿着褪色的碎花衬衫，被佝偻的厉害，仿佛被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几两，手里拎着装满土鸡蛋的编织袋。彤彤，他声音沙哑，眼底布满血丝，像干涸的河床。妈妈知道错了，这些年在地下室打工，连鸡蛋都舍不得吃，全给你留着。我后退半步，看着他干裂的嘴唇翕动。10年间，他的信息断断续续，时而哭诉舅舅的赌债，时而说自己过得很苦，却从未问过我一句冷不冷，累不累。上大学那年下暴雨，我发烧到39度，李秀梅冒雨背我去医院，在病床前守了整整1夜，用冷毛巾一遍遍给我降温。而这个自称是我亲妈的人，连一条问候的短信都没有。你有什么事直说吧。我语气冷淡，余光瞥见他手腕上戴着和舅舅同款的金表，表链在阳光下闪着刺眼的光，和他破旧的衣服形成鲜明对比。他突然跪了下来，
膝盖重重砸在水泥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求你救救你舅舅，他真的快死了！路过的同事纷纷侧目，有人停下脚步围观。我蹲下身，直视他躲闪的眼睛，那里没有一丝愧疚，只有贪婪的欲望。10年前您卖房子救他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和爸爸会无家可归？现在您拿尿毒症的诊断书，不如先解释解释这块金表。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慌乱地用袖口盖住手表，动作笨拙又狼狈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裙摆。我妈在照顾我时累出脑溢血，现在走路都需要助行器，而您为了所谓的亲情，连亲生女儿都能抛弃，您觉得我还会重蹈覆辙吗？说完，我转身走进写字楼，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清脆而坚定，身后传来他绝望的哭喊，却再无法撼动我分毫。但事情远未结束。3天后的深夜，一阵急促的砸门声和叫骂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。打开门，10几个醉醺醺的男人堵在门口，为首的正是舅舅。他满脸横肉，酒气熏天，眼神里透着凶狠和贪婪。小丫头片子，别给脸不要脸！你妈把你养这么大，现在让你出点钱怎么了？他身后的人跟着起哄，有人甚至开始推搡。我冷静地掏出手机，当着他们的面拨打110。您好，我要报警，有人非法闯入民宅。舅舅恼羞成怒，伸手就要抢手机，却被突然亮起的楼道灯吓了一跳。李秀梅拄着助行器站在我身后，尽管身体还在微微颤抖，但声音却透着威严。你们再感动一下试试，我女儿的家容不得你们撒野。她的声音不大，却像一记重锤，敲在每个人心上。我看到舅舅的眼神闪过一丝慌乱，他大概没想到，这个曾经被他视为软弱可欺的女人，会有如此坚定的一面。警察来得很快，把闹事的人带走时，舅舅还在叫嚣：宋彤彤，你等着，我让全村人都知道你是个不孝女。我关上门，转身抱住李秀梅微微发抖的身体，她掌心的温度透过睡衣传来，还是记忆中那熟悉的温暖。别怕，有妈在。她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就像小时候我做噩梦时那样。可我知道，这次受惊的是她。半夜，我悄悄起床，看见她房间的灯还亮着，透过门缝，我看到她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我小时候的照片，脸上满是心疼和担忧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老家的亲戚们开始轮番轰炸，7大姑8大姨的语音消息塞满手机，内容无一例外都是道德绑架。你亲妈都跪下求你了，你怎么这么狠心？血浓于水，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？更过分的是，有人在家族群里发了张 PS 照片，照片里我穿着华丽的礼服，站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，旁边配文亲妈住地下室，女儿却在享福。照片做得很逼真，如果不是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从未穿过那样的衣服，恐怕都会被迷惑。我看着这些消息，突然觉得可笑。血缘真的能成为肆意索取的借口吗？正想着，李秀梅端着热牛奶走进来，她在我身边坐下，从围裙口袋里掏出存折。彤彤，妈这些年攒了20万，要是能帮上忙。我一把抱住她，眼泪夺眶而出。这个为我掏心掏肺的女人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我温暖和依靠，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钱，现在竟还想着为我分忧。妈，不用。我擦干眼泪，他们想要的永远填不满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老家的村长打来的。彤彤啊，你快来看看吧，你亲妈在祠堂里跪着，说不拿到钱就不起来。
村长的声音里满是无奈，村里好多人都去围观了，影响不好啊。我挂断电话，看着窗外的夜色。10年前他也是这样，为了舅舅，在祠堂里跪得膝盖淤青，逼着爸爸卖房。如今故技重施，以为还能得逞。妈，您和爸先休息，我回去处理。我穿上外套，在玄关处回头，这次我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我们。赶到老家祠堂时，天刚蒙蒙亮，祠堂门口围满了人，有看热闹的村民，也有几个亲戚在旁边煽风点火。我亲妈跪在最前面，头发凌乱，脸上还沾着泥土，看起来狼狈不堪。大家评评理啊！她看到我，立刻嚎啕大哭起来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。我辛辛苦苦把她养大，现在我弟弟生病了，她却见死不救。人群中响起一阵议论声，有人开始指责我，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没良心，再怎么说也是亲妈，怎么能这么狠心？这些刺耳的话语钻进我的耳朵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走上前，从包里掏出一叠文件。这是我妈的病历，突发脑溢血，现在生活都需要人照顾。我举起文件，声音清晰有力。而这位母亲10年前为了给舅舅还赌债，抛弃丈夫和女儿，卖掉唯一的房子。这些年她可曾尽过一丝母亲的责任？人群突然安静下来。我继续说道，舅舅的尿毒症诊断书是假的，他的金表倒是真的。说着，我把舅舅带着金表在赌场挥霍的照片一张张展示给大家看。照片里他身边堆满了现金和筹码，怀里还搂着衣着暴露的女人。至于你们说的血浓于水，我想问问，这些年照顾我、养育我的李秀梅妈妈，难道不比血缘更珍贵？这时，人群中走出一个年轻姑娘，是舅舅的女儿小雨。她红着眼眶说：“表姐说的对，我爸根本没生病，这些年一直在赌，我妈就是被他气死的。”她的话像一颗炸弹，在人群中炸开。原来舅妈去世前，舅舅在外面养情人，把家里的积蓄都输光了。舅妈天天以泪洗面，最后郁郁而终。亲妈脸色煞白，瘫坐在地上，嘴里喃喃自语：“不可能，不可能。”我走到她面前，语气平静：“您总说我冷血，可真正冷血的人是您。”我从包里掏出一张银行卡，放在她面前：“这里有5万，就当是还您的生育之恩。从此桥归桥，路归路。”说完，我转身离开，不再看她一眼。身后传来她的哭喊和亲戚们的议论，但我都不在乎了。回到家时，李秀梅正在厨房包饺子，她系着印有小熊图案的围裙，动作娴熟地捏着褶子，案板上整齐地摆放着一排排饺子。回来了，她笑着抬头，脸上的皱纹里满是温柔。等会儿尝尝妈包的3鲜馅，你最爱吃的。我走过去，从背后抱住她，闻着她身上淡淡的烟火气。窗外阳光正好，洒在厨房的瓷砖上，映出一片温暖的金黄。原来真正的亲情不是血脉相连的捆绑，而是真心实意的付出与守护。半年后的同学聚会上，我遇到了儿时的玩伴，他悄悄告诉我，自从祠堂那件事后，我亲妈在村里彻底抬不起头。舅舅因为赌博欠了一屁股债，被债主追得四处躲，最后把房子也抵押了。曾经趾高气扬的一家人，如今成了村里的笑话。而我在李秀梅妈妈的鼓励下，辞职创业，和朋友开了一家养老护理公司，专门帮助像她这样需要照顾的老人。我们的公司发展得很快，因为我们用心对待每一位老人，就像李秀梅曾经用心照顾我一样。我们会记住每位老人的喜好，
给他们过生日，陪他们聊天解闷。老人们都说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。有一位张奶奶，儿女在国外，常年没人陪伴。我们不仅照顾她的生活起居，还经常组织活动，让她重新找回了快乐。她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逢人就夸我们公司好。聚会结束后，我开车去接李秀梅，她坐在副驾驶上，看着车窗外的夜景，突然说：“彤彤，其实你亲妈来找过我。”我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。她继续说道：“她想让我劝劝你，说看在她生你的份上，再帮帮舅舅。他现在被债主追得走投无路，住的地方都没有。您怎么说？”我问。李秀梅笑了，眼角的皱纹里满是温柔。我说：“彤彤是我的女儿，她过得好，我就知足了。至于其他人，他们的人生该由他们自己负责，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”我伸手握住她的手，就像小时候她牵着我过马路那样。她的手很粗糙，布满了岁月的痕迹，但却温暖而有力。前方的路灯依次亮起，照亮我们回家的路。后来我把公司做大做强，开了很多分店。我给李秀梅请了最好的医生做康复治疗。在她的生日那天，我带着全体员工为她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。公司的大厅被布置得格外温馨，墙上挂满了我们的合照，还有老人们送来的祝福卡片。李秀梅站在人群中间，笑得像个孩子。当我们推着插满蜡烛的生日蛋糕走向她时，她感动得热泪盈眶。我站在台上，看着台下的妈妈和老人们，感慨万千。今天我想感谢一个人，她不是我的生母，却给了我比血缘更珍贵的爱。是她让我明白，真正的亲情是在你生病时的日夜守候，是在你困难时的不离不弃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李秀梅捂着嘴，泪水不停地流。而那个曾经抛弃我的人，早已消失在我的生命里，成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过客。偶尔，我会在老家的亲戚口中听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，听说他和舅舅为了躲债，去了外地，生活过得很艰难，但这些都已经与我无关了。我有了自己的家，有了爱我的妈妈和爸爸，还有一群可爱的老人们。我知道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。一天，我在公司整理资料时，收到了一封信，是小雨寄来的。他考上了大学，学的是护理专业。信里，他感谢我当初在祠堂的勇敢，让他有勇气说出真相。他说，他想成为一名护士，像我和李秀梅妈妈一样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看着信，我欣慰地笑了。原来，正义和善良真的会像种子一样，在不经意间生根发芽，开出美丽的花朵。夕阳西下，我站在公司的落地窗前，看着城市的车水马龙。手机响起，是爸爸发来的消息，说今晚做了我最爱吃的红烧肉。我笑着回复，马上回家。走出公司大门，微风拂面，带着一丝温暖。我知道，无论前方的路还有多少风雨，只要有家人的爱，我就永远不会害怕。因为我已经懂得，血缘只是生命的起点，而真心相爱才是亲情的真谛。